在中国历史上，每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之际，宗室成员往往难有善终，但清朝尤为特殊，它既是封建王朝的尾声，又恰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浪潮，这使得清代宗室在大清覆灭之时，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。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妄图挽救清朝命运、拼死抵抗的宗室贵族，他们组建的宗社党便是这一群体的核心。1912年1月12日，面对南方如火如荼的反清革命运动，清室贵族梁弼、不韦、载涛、载泽、铁良等人秘密集会，决意维护清朝统治。1月19日，他们正式成立君主立宪维持会，俗称宗社党。该组织的核心诉求是恳请隆裕太后坚守君主制，坚决反对共和政体。他们密谋扳倒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，计划由载泽出面主持大局，推举铁良担任清军总司令，夺回军政大权后，与南方反清势力决一死战。宗社党的宗旨明确，宁可战死，绝不接受清朝退位，誓与大清共存亡。然而，这场挣扎并未持续太久。1912年1月26日，宗社党核心成员梁弼遭遇革命党人彭家珍的炸弹袭击，身受重伤。梁弼的身世常被后世误传，有说法称他是多尔衮的后人，但历史上多尔衮并无子嗣，其睿亲王爵位由弟弟多铎的第五子承袭。事实上，梁弼是努尔哈赤幼弟贝勒拔牙剌的后裔，虽属满清宗室，但血统已较为疏远。顺治年间，因其家族与多尔衮交往密切，遭到清世祖顺治帝的打压，族籍被削，直至嘉庆年间才得以恢复，身份仅为红带子，宗室远支标示，与晋之宗室的皇带子地位相差甚远。或许是这份偏远宗室的身份，让梁弼更渴望通过挽救清朝来实现自身价值。他对大清的忠诚度极为坚定，却最终因伤势过重，在被炸2天后不治身亡，年仅35岁。梁弼之死成为宗社党的转折点，原本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瞬间沉寂，不少成员转而妥协。1912年2月12日，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书，清朝正式覆灭。但宗社党的残余势力并未彻底消亡。1912年3月，肃亲王单骑、恭亲王溥伟、前陕甘总督生源、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等人，联合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30余人，在东京重建宗社党。他们在日本的暗中支持下，企图策划大清复辟，在东北地区频繁活动，最终遭到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严厉打击。后来，随着日本内部战略调整，对复辟活动的支持力度减弱，这个依附于外力的组织逐渐分崩离析。与宗社党的激进抵抗不同，部分宗室选择了顺应时势，低调自处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宣统帝溥仪的生父载沣。作为曾经的摄政王，载沣亲眼见证了清朝的腐朽与无力，深知王朝覆灭已是必然。因此，在卸任摄政王之后，他始终保持中立，不参与任何复辟组织。即便儿子溥仪后来成立为满洲国，载沣也坚决反对，始终坚守民族气节，最终得以保全声誉，安度晚年。对于那些在清朝存续期间便话语权有限、家底不丰的普通宗室而言，王朝覆灭后只能自谋生路，甚至不得不变卖祖产维持生计。比如末代正亲王昭绪，清朝灭亡后因生计窘迫，不得不将王府中的祠堂变卖。睿亲王多尔衮的陵墓也被其世袭后裔转手出售。纵观中国历史，王朝更迭之际，宗室往往难逃清算，但清末的宗室群体却堪称幸运，得益于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理念，以及时代变革带来的社会氛围转变，他们并未遭到大规模迫害，得以在新的时代里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生活。这些宗室的选择与结局，不仅折射出个人的命运沉浮，更映照出那个大变局时代的历史底色。